Hello，大家好，我係聰生。如果有訂閱我頻道嘅話咧，都留意到最近我多咗好多直播啦。直播裏邊亦都設有 call in 嘅環節嘅。今一集咧，我哋就請咗一位武漢嘅觀眾講一講武漢而家嘅情況，大家一齊聽下呢個場裏邊嘅聲音。以下落嚟咧就辛苦一下大家啦。點解呢？因為我會講普通話。頭先武漢嘅網友啦，想同我連一連線，希望大家聽得明我講咩呢？因為我啲普通話咧其實都好普通嘅啫。喂。喂，你好。你好，春先生你好。你好，你是从微博走过来的吗？是的，我是武汉人，然后我现在是在武汉。就是香港的朋友肯定都知道那个病毒的发源地华南海鲜市场吧？我就住在那个附近。真的假的？你没有感染吧？你不会现在隔离间吧？没有，我没有感染，我没有感染，因为我年轻人嘛，就是很早就知道有这个病毒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在封城之前就会戴口罩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比较注意，感染的比较少。它这个病特别奇怪，即使感染了，就是它的那个症状都不明显。对，那个潜伏期很久，是不是？我也在您的那个底下留言，然后我说是潜伏期是14天，但是好像去到20天呢。对，现在就是延长了，所以这就是最麻烦的时候。对。然后其实武汉这边真的是很严重，幸亏是封城了，要不就造成的后果肯定是那不堪设想。因为像我爸爸今天就是还刚刚收到他朋友的老婆的电话，就是他朋友已经走了，当然他本身就是心脏有点问题。老年人比较容易得病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老年人就是去世率相当的高。不过这个数据我不当，但是我听说的全部都是老年人，就是得了病之后发烧啊，他会就是引起那个肺部然后呼吸的困难啊，就立马就是他就扛不住了。其实他们就说就是一个免疫力的战争，就是如果你免疫力好，身体好的话，你即使感染了你也没有什么症状。相当于我老公也是医院的嘛，然后他们也有医生就感染了，没什么症状，但是一拍那个 CT 就是看见肺就是有白色的嘛，然后那其实就是感染了。所以你老公是前线的医务人员吗？他本身不是前线的，但是现在就是调到感染病房了。是的，他们是最辛苦的了。你也是在自我隔离都不出去的那种，还是？对，武汉人现在都是自我隔离，都是自己乖乖的待在家里。就是中央政府没有发话之前，我们除了买菜之外，基本上都不怎么出去。有网友问你啊，现在那个武汉的同胞他们团结吗？他们抗疫的那个情绪怎么样？团结呀，就是不知道那个香港的朋友知不知道，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武汉的同胞因为在家里太无聊了嘛，然后在朋友圈就发起了，对，唱国歌，然后就是相当于武汉的天空那天晚上，整个就是国歌啊和武汉加油就在那里回响。后来非常有趣的是到了晚上，有那个武汉这边医院的那个专家出来说，他说你们这样唱歌非常的危险，对，有口水。然后第二天武汉的夜空就是非常的安静。我不敢说所有的武汉人都是好的，但是基本上80%特别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也在这里想感谢一下香港同胞，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然后还有大卫色的节目，经常在你们底下留言，然后说我是武汉的，大家都会鼓励我啊，支持我啊，谢谢。对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看？我现在整片都是武汉加油，我都已经看不到别的留言了。谢谢，很感动。对啊，谢谢。就我call in进来也是为了就是谢谢大家，真的是。然后这回就是武汉有这个疫情了之后，就是全国上下包括海外的华人呐，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啊，都特别的暖心吧。有一点要对大家说不好意思，因为很多地方缺货口罩嘛，然后我收到的信息就是很多在外的留学生都把口罩，就是外国的口罩买了，然后寄回武汉了，所以大家很多都买不到口罩，不好意思。不要不好意思，也不是你们的错啦，其实。武汉人就是反正这回就是国家说什么我们就听国家的话，就是这样的。因为国家不会害你。
你了，就是他们也想就跟世界跟公众有一个交代，所以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什么都不要相信国家就好了，他不会害你，他肯定不会害你。真的是，对啊，他都为我们建了2所医院了，还是10天之内建完的，我觉得光这一点我就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就是武汉人对地方政府可能还是有点意见的，对，因为他就是相当于没有处理过这么大的事件嘛，对，然后他做的一些操作啊，反正就是能力跟不上，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造成一些失误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哎，反正这以后再说吧，我觉得应该交给历史来说他。就是武汉人对国家是非常的拥护的，就是相当于因为真的很感激嘛。而且我就希望就香港同胞不要轻易的相信外面给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们真的想了解武汉的信息，你们可以看那个央视新闻，它虽然报道的全部都是很正面，但是作为武汉人来说，我看了之后基本上都是他说的都是实话，只是就是说他全部都是说的好的方面嘛，但是他确实没有说假话，这一点问题他也会说，就是这样的。别的媒体我就觉得反正我武汉人看到有些媒体我就觉得特别的搞笑，我觉得我就假新闻太多了。我觉得我们欠你一句，这你刚刚跟我们说不好意思，我觉得欠你们一句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啊。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些香港的那种信息啊，就是发出来就其实真的还蛮影响心情的，但是看到你们无论面对什么还是那么团结啊，还一起疯了那么多天啊，还会一直唱国歌啊，一起互相鼓励啊，我觉得真的很感人。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没办法比，真的没办法比。已经不是爱不爱国了，已经是团不团结、尊不尊重生命的一个点上。就说我还想提醒一下香港同胞，就是很多什么捐款啊，或者这种信息啊，我怕就是善良的香港同胞被某些人利用。说如果官方发出来的话，以他们的信息为准，在微博上啊，像共青团中央呀、环球时报呀、央视新闻呐、各大医院的官方网站呢，就是微博认证的，就是以这些为准。万一有不善良的人，真的有，真的有，就是武汉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不要说武汉人了，现在香港也是说帮人家团购那个口罩啊，然后直接收了钱，直接把对方封掉的那种都有。所以是的，武汉也有，武汉也有这边。坏人其实到处都有了，也不是说怎么中国有坏人，其实美国也会这样子啊，英国也会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我在英国待了8年吧，就是因为出了国才更爱这个，更爱国，对不对？更爱我自己的中国，因为就是以前没出国之前就觉得国外的月亮是圆的嘛，然后出国了之后就发现是方的。就是还是自己国家好。我开玩笑。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跟那个香港同胞解释一下，就是很多像媒体说我们就封城之前有500万人逃跑了，那个500万其实是那个流动人口和就是很早之前就计划就是出国啊或者出乡啊过年的人，就是那900万本市的人基本上都待在武汉，所以我们不是逃跑，本身封城的时候是过年的头2天，该走的都走了，所以我们没有逃跑。就是这样。哇，你这个帮我回了我很多信息，因为我就问都封关了还跑什么呢？然后他们就回我，那500万人呢？你怎么解释啊？怎么解释啊？那500万是流动人口，很多那个武汉周边的湖北省的人喜欢到武汉来工作嘛，就1小时生活圈，然后他们就是还没有在过年之前基本上都回去了。明白，谢谢你的 call in， 真的你带了很多信息给我们，说不定还有人怀疑是我付钱给你打这个电话来发布这种信息的。我跟你说，我是武汉人，我真的是武汉人，我用武汉说一个武汉话说一下，我真的是武汉人。冲绳，我还是想就是提醒一下香港同胞，就是千万不要再去抢东西啊什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居家隔离。今天你应该知道有那个李医生他走了吗？反正也不能被就是国外的媒体煽动啊，然后带风向。我完全同意。但是另一个问题反映出来就是他还很年轻，但是也走了。对，34岁。就是我们现在武汉人都在总结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年纪大的人走了，年轻人也会走，就是这样的。对。不过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也是他在抗疫的前线嘛，所以就是他肯定是透支了身体的。然后他老婆的工作单位
位是我们这里一个眼科医院的香港同胞，放心，他老婆的小孩的以后的学费，从生下来然后一直到那个上大学都有那个就是医院负责。而且听到中央政府已经派人去查这件事，我觉得很快就可以还他一个公道。对，这个问题可能我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啊，我觉得也有可能得罪香港同胞。我就觉得看了香港的情况之后，我就觉得造谣者一定得抓的。你没有得罪啊，错了，这是我们全部都同意你讲的话，我肯定。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就是前几天也有个人造谣，就是说武汉将会被军方接管，然后也造成就是相当于就是大家都去超市排队买东西，这种情况对疫情肯定是不好的。大家可以看新闻，这个造谣的人已经被抓了。对啊，因为你现在不是说60万人、200万人乱，你是有可能14亿人一起乱的话，你真的控制不住。我觉得这个是的，非常同意，真的是。谢谢你的电话，谢谢你的信息。不行，我讲很多了，那留给下一位吧。没有，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好，继续加油啊！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你们都很暖心，谢谢。不会，再见，晚安，拜拜。晚安，拜拜。